放开我！我已经和别人私定终身，身体都给了他。那就别怪本王不留情面。你快滚开！你不想嫁，本王同样不想娶，可你不该如此羞辱我。他被庶妹哄骗，新婚夜把脸划伤，毁了容貌，用假话骗他，逼他将他退回，不料却被破了身，彻底回不去了。西院家主高墙，封死院门，只留一个嬷嬷看守，除了王妃的死讯，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必再来禀报。肃静的王府再次挂上了绸缎，她苦心筹谋了5年，终于如愿以偿地嫁给了韩王。哼，庶女又如何？还不是将慕云兰那个嫡出踩在了脚下。走，哥哥带你去帮娘亲报仇，让大坏蛋瞧瞧我们的厉害。好。韩王楚寒萧15岁上战场，18岁战功赫赫，20岁统兵20万，被百姓称之为大周朝战神。后院西南10丈处，立刻将刺客捉拿。是。诸位宾客切勿惊慌，小小闹剧而已。怎么回事？闹事者跑掉了？回王爷，人没跑，已经捉拿归案。把人押上来。王爷押不上来，倒是可以抱上来。抱上来。放开我哥哥，不然周周就代表月亮消灭你们的。一人做事一人当，休邦是我放的，你们放开我妹妹，以多欺少，以大欺小，你们算什么好汉呀？妹妹不怕，娘亲说过，邪不胜正。没错，大坏蛋，我们不怕你。这2个小贼可真是够凶的，韩王是抢了他们的点心，还是夺了他们的玩具，竟然把人得罪成这样。你们叫什么名字？是哪家的孩子？为何前来韩王府调皮捣蛋？哼，周周凭什么把名字告诉你这个大坏蛋？哦，原来叫周周，那你哥哥叫什么？周周才不告诉你。让本王想想，你是妹妹叫周周，那你哥哥肯定是范范了。才不是，我哥哥叫八宝。哦，原来是八宝和周周。妹妹，你把名字都说了呀。哥哥，我不是故意的。男人的事情，我们男人来解决，不要为难我妹妹。楚寒萧看着他略显瘦弱的模样，鬼使神差的伸手，轻轻地在八宝的小肚子上戳了戳。大坏蛋打小孩啦！大坏蛋欺负我哥哥，周周和你拼了！说完，撅着屁股爬起来，倒腾着小短腿，一头朝着楚寒萧撞过去。楚寒萧闷哼一声，身体一个踉跄，差点被撞得跌坐在地上，心中颇为诧异。周周的头好疼，周周的脑子坏了。八宝的肠子断了。楚寒萧没有办法，只能看向众宾客。诸位，这2个孩子可有谁认识？别哭了，你们的爹爹是哪个？说清楚，本王也好将你们送出去。听到爹爹这2个字，八宝和周周像是被启动了什么开关，哭声顿时弱了下去。可怜宝宝，时运不济，无良爹爹狠心抛弃，剩下娘仨命途多舛，发霉米饭3人1碗，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憨批爹爹是何东西？哥哥，这次押上韵了吗？押上了，换成感叹句更能表现我们的愤怒。好，憨批爹爹不是东西。这可真是对活宝。有什么好笑的？果然还是娘亲说的对，大人和宝宝的悲喜并不相通。楚寒萧看了看2个捂着眼睛干嚎的孩子，本就不欲大办婚礼，正好顺势开口。诸位宾客，今日出了些变故，让诸位受惊，是本王的过失，回头备下礼物，表达歉意。殿下说笑了，小孩子玩闹而已，我等先行告辞。什么？我心心念念的婚礼就这么算了？这2个小畜生把我们的婚礼搅和得一团糟，王爷竟然不处置。王爷，本王还有事情要处理，今晚宿在书房，你先回去收拾一下吧。去查一查那2个小畜生的身份，我非要扒了那2个小畜生的皮。是。哇哦，哥哥，周周现在好高哦。被抱着就这么惊奇吗？平日里他们的爹爹都不会抱着2人玩耍吗？说说吧，你们究竟是如何进的韩王府？为什么要在本王的婚礼上捣乱？叔叔，我们2个错了，给你道歉，你原谅我们好不好？
道个歉就完了？八宝从怀里掏了掏，拿出了一块小兔子形状的白玉糕。叔叔，这是八宝和妹妹最喜欢的糕点了，送给叔叔当赔礼。叔叔，你怎么不吃啊？你还在生我们的气吗？你不吃我就哭给你看。楚寒潇顿时心头一软，接过糕点，在没有染料的位置咬了一口。现在可以说了吗？叔叔，数到3就告诉你哦，3、2。八宝粥。娘亲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天出门辛苦了，八宝好想你哦。比心。哥哥说的对，我们好想你的。咦，这是谁家的脏宝宝？娘亲，我们错了，八宝不该带着妹妹玩颜料，还弄得满身都是。娘亲仔细看看，是娘亲家的宝宝哦。No， 不可能，我家的是2个香宝宝，才不是2个绿乎乎的臭宝宝。香的，娘亲现在是臭宝宝，但洗洗还能要。唉，不知不觉来到这里已经4年了，是时候带着八宝粥离开这里了。他是来自21世纪有名的医学鬼才，当时原主自尽，整个西院被封锁，无人问津。他继承了原主的所有记忆，打算调养好身体，就悄悄离开这里。可没想到1个多月后，竟发现有了身孕。探查许久，发现彻底回不去现代之后，于是决定将孩子生下来。调皮鬼，你们就趁着娘亲不在捣蛋是吧？现在娘亲很生气，你们说说，是先打孩子还是先洗孩子？娘亲，周周建议边打边洗，双倍效率。妹妹，这个时候就不要追求效率了吧？哇，可是周周都说了，要不娘亲再问一遍。慕云兰没有再问，带着2个宝贝到了浴房。主子，目测妃的侍女前来禀报，说侧妃晕过去了。怎么回事？侍女说目测妃脸上沾染的绿色染料根本洗不掉。走，去瞧瞧。王爷刚刚给您解完毒，还需要多做休息。什么毒？说起来也是万幸，王爷今日吃下的糕点里有蒙汗药，竟然意外引得您体内暗藏的毒素提前发作。这种毒十分隐秘，前几次中毒无任何症状，等到中毒7次发作出来，就会无药可医。瑞颖，放出话去，那2个孩子是我故人之子，别让今天的事情影响到了他们。是。楚寒潇出了书房，刚走了没2步，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总感觉眼睛上方有什么的东西亮晶晶的，抬头去看，又一切正常。瑞颖，你有没有感觉我头上有东西？主子，您的额头上好大一个王八。楚寒潇身体一僵，转身走回书房。本王自己走走，你们不必跟着。是。不知不觉走到了后院，楚寒潇蓦然停下了脚步。墙角的草丛边和他额头上的王八一样显眼，他拨开草丛，看到了墙角处的小洞。西院4年前新婚夜，他自毁容貌，满脸血痕，2个孩子如此可爱，若是在这，万不能让他伤害。哈哈哈，娘亲，周周认输了，我们不玩谁先眨眼谁笨笨的游戏了。周周想要吃芒果。啥情况？娘亲，这里住着的只有慕云兰，那2个孩子在叫她娘亲。娘亲，你也吃？你们吃，娘亲不吃。娘亲不吃，八宝也不吃了。吃吧，娘亲是大人了。嘿嘿，大人当然要吃大个的。娘亲坏坏，绝交1秒钟。这是亲娘干的事吗？采花贼。楚寒潇却直接被拍倒在了地上。武功再高也怕菜刀，功夫再吊一砖撂倒。小贼，你来错了地方。你不认识我？哼，看来还是个名声在外的登徒子。别动，有刺客。他被下了药，拍了头，强行用内力击杀刺客后，将他推到旁边。他手一张，从空间拿出一把特制的弓弩，快速向里面装上迷药丸。外面的刺客全部消灭。放开我，周周要去找娘亲。大坏蛋，放开我，再不放开咬死你。娘亲，快救我，周周和哥哥被大坏蛋抓住啦。慕云兰看向为了保护他们娘3额头还在滴血的男人，心中的防备略减。多谢这位大侠出手相救，现在没事了。八宝粥到娘亲这里来。大侠，他是真的不认识我了。哼，大坏蛋，欺负娘亲，还要杀周周和哥哥。我没有。娘亲，大坏蛋怎么了？娘亲用点药就能好点了。
娘亲，他是大坏蛋，我们把他绑了，然后写信给韩王府，不给银子就撕票。韩王府，难怪这双眼睛分外熟悉了，原来是我名义上的夫君，韩王楚寒霄。他不是刚迎娶了庶妹，深更半夜不洞房花烛，来这里找什么存在感？娘亲，哥哥说的对，我们把大坏蛋卖钱，然后拿着钱离开，花花花，买买买。娘亲，你不是早就想走了吗？走哪儿？宝贝啊，你这一嗓子，我们直接暴露了。这4年，前1年有孕，一无所有不能离开。生产之后，八宝体弱多病，好不容易东西彻底置办下来，只等着首批银子到位就走了。谁能想到，突然蹦出来个楚寒霄，原来是韩王殿下。殿下新婚燕尔，理应该陪伴着美娇娘春宵千金才是，怎么有功夫贵族踏践的来我这西院？他是这个样子吗？不仅脱胎换骨，性情大变，还凭空多了2个孩子。这4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多年未见，我和王爷不太熟悉，一时没认出来，也算是情有可原。您说呢？你我夫妻的确是不熟，以后慢慢就熟了。解药。娘亲和大坏蛋在玩什么？谁先眨眼谁笨笨的游戏吗？哈哈哈，大坏蛋你输了，娘亲才是最棒的。被这样一打岔，楚寒霄彻底回神。慕云兰，你是不是应该向我解释一下？介绍一下，八宝和周周，我的孩子。你的？是。你该知道本王问的是什么，他们的父亲是谁？我说是你，你信吗？本王不信。也是，当初原主为了拒婚，可谓是骚操作不断，新婚夜都说身子给了别人的话，在他这里是毫无信誉，那就不是他们的爹过世了，如今只是我一个人的孩子。你怎么能当着孩子的面说出这样的话来？娘亲不伤心，周周陪着你。娘亲，对不起，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听话，出了西院才会有坏人过来要杀我们呀？啥？你们出了西院？娘亲，大坏蛋要娶别人，还一直关着娘亲。八宝和妹妹想帮娘亲报仇。这些事情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我们听到了，墙那边有人说大坏蛋要娶新娘子。不是，娘亲是说大坏蛋是你们爹爹，这件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娘亲，婆婆之前说过，八宝记得，娘亲还是不要骗我们是娃娃树上摘下来的了。婆婆就是一直守着西院的老嬷嬷，年纪大了，半年前去世，最后那段时间脑子有些迷糊，说的最多的就是对她和孩子的担忧，无意间提到过楚寒霄。他也就是你们口中的大坏蛋，的确是你们的爹爹。哼，他才不是，他是大坏蛋。以后不要叫他大坏蛋了，娘亲和他已经分开，他想娶谁就可以娶谁，和我们没有关系了。娘亲不开心吗？没有，娘亲只是和你们说明白，虽然以后没有爹爹，但是娘亲会加倍爱你们的。娘亲，我和妹妹不需要爹爹，如果娘亲需要的话，八宝帮娘亲多找几个。对，哥哥说的对，找5、6、7个爹爹一起耍。娘亲不需要。娘亲，你不用不好意思，别人的娘亲有的，你也必须有，还得比别人多，比别人好。等我们离开这里，八宝帮娘亲找哦。对，我们的娘亲才不用羡慕任何人。哼，男人能有毒药好玩吗？还不如想想怎么挣大钱。好了，睡觉。派人围了西院，任何人不准进出。是，主子，您的头。西院那位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了，能把主子打成这样，难道4年不见，那位王妃修炼成了武林高手？重新检查王府，将所有的砖头都给扔了，包括西院。是。此刻调查的如何？主子，此刻有2批，1批8人，除了被主子击毙的2个，剩下的6人全部咬破肚囊，自尽而亡。另外1批只有2个普通人，收了银子去探查西院的情况，并不知道幕后主使。2批，前1批应该是冲着本王来的，后面这2人仔细审问，将底子查干净，没用之后直接处理掉。是。西院围好了吗？按照主子的吩咐，里3层外3层，连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去。哎呀，八宝、周周，快收拾东西。娘亲，我们要走了吗？没错，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哇，太好了，太好了，终于可以出去了。片刻后，八宝周一人背了个大包袱，圆滚滚的，像是2个蜗牛壳。娘亲，周周带了点心、被子、小枕头，还有娘亲做的玩具。八宝带了药。这么多都是药。再遇到坏蛋，要翻他。好，我们现在就走。
慕云兰说干就干，接过八宝和周周的东西放入空间，带着他们往地洞出口而去。他做好易容，钻进秘密通道，带着八宝粥跑路，不料却被冷面韩王抓了包。楚寒霄看着被押送过来的一大两小，冷峻的面容没有表情。哟，你还会易容，还真是一天一个样。我变得再快，也只是表面，哪里比得过王爷？切，我变的是脸，你黑的是心，真的腹黑狡诈。明明紧挨着西院的位置没有守卫，却在更外围围了3圈，竟然连王府外面你都不放过。楚寒霄没有理会他的嘲讽，他那常年练武满手老茧的手顺着易容翘起的那块皮继续摩挲，疼得他吸了口凉气。周周扑过去，抱着楚寒霄的腿就要咬，八宝则拿出一只小弹弓，装好超级无敌爆辣球球弹，瞄准了他的眼睛。楚寒霄一手拎起周周，一手轻轻一挥，球球弹直接飞出门外。瑞影，将他们带下去吃东西。哼，大坏蛋，我们才不要吃你的东西！不好好吃饭，本王就打你们娘亲！哼，我们使劲吃，吃穷你！娘亲，你别怕，我们吃的多多的，心疼死他！他要麻痹大坏蛋，然后想办法救娘亲。两个孩子被带走后，楚寒霄正想再研究一下他的易容，却发现刚才被他搓过的地方已经红了一片。你自己退下易容，还是让本王来？你那满手老茧的手还不得把我毁容？把绳子解开，我自己来。楚寒霄随手解开绳索，慕云兰为了掩人耳目，还是背了个小包袱在身上的。她装模作样的从包袱里拿出小药瓶，倒在掌心搓热，而后轻轻摩挲耳后，慢慢将整张易容脱下。楚寒霄心头一紧，尽管不是第一次见，还是被惊艳了一下。慕云兰，你前脚伤了本王，后脚就想畏罪潜逃，这可就是罪加一等了。楚寒霄，当初你我成亲，本就是不得已而为之。你关了我几年不闻不问，外面很多人都以为我这个韩王妃死了吧？还有那刺客，我越想越不对劲。你刚成亲，就有人去杀我们，难道不是为了给新人腾位置？我们岂能不逃走保命？慕云兰直接往椅子一坐，懒懒地靠在椅背上活动手腕，带着十足的漫不经心。你坐好，坐没坐相的。我不会。你是王妃，穆锦柔是侧妃，按规矩，侧妃不可扶正，你少胡搅蛮缠。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王爷都以正妃礼制迎娶侧妃了，还会介意再画一次规矩？以正妃礼制迎娶侧妃是太后下的懿旨，你匆忙逃走，是本王发现了八宝粥，所以心虚了吧？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这个做爹的不合格？我不想让八宝粥认你，所以干脆躲得远远的，来个眼不见心不烦。你，王爷，穆侧妃来了。哟，送上门的仇人，不才2脚报仇，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了。你是？怎么今年不见，妹妹不认识我了？你是慕云兰，她不是被关在西院无人照料，怎么会变得更加耀眼夺目了？还有她的脸，不是毁容了吗？妹妹，我们都出嫁了，而且姐妹共侍一夫，我为正，你为侧，你应该称呼我一句王妃，还要恭恭敬敬的行礼才是。王爷，西院不是被封锁着，怎么如今开了？当然是因为你了。妹妹初到王府，按照规矩，第2日必须向主母敬茶，才算正式入门，成为韩王府的一份子。这不，我一大早就来了。穆锦柔瞪大眼睛，根本不信他的说辞。王爷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而且你一身男装。慕云兰瞥了楚寒霄一眼，你这个狗男人，最好不要揭穿我，要不然我可不保证昨日的毒会不会突然发作。这还不是怪王爷，妹妹别见怪，夫妻之间的情趣嘛，你慢慢就懂了。王爷，按理说我向姐姐敬茶是应该的，只是我入府之前，太后娘娘吩咐过，我是以正妻之礼入府，3日后入宫谢恩。太后若是问起来，妹妹，你不是早就喜欢王爷多年了吗？还情根深种，至死不渝的。现在就因为这点小事，你就不顾夫君的脸面，要找太后告状？你要让天下人都知道韩王府后院不宁，你要让所有人都来看韩王府的笑话。不，我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太后让你以正妃之礼入府，那是她老人家仁慈，你心怀感恩就是了，可不能误解太后好意。难道太后明着说你是正妃了，把你穆锦柔的身份明着刻入玉牒了？我怎么不信她老人家会违背先皇的意思呢？没有，姐姐不要乱说。那你是不是侧妃？我是。那这茶你该不该敬？穆锦柔憋了好一会，才从嗓子眼里挤出2个字：我敬。那既然承认侧妃的身份，你该自称妾。你母亲是妾，这么多年没有教会你如何当人妾是吗？穆锦柔大口喘气，胸口剧烈起伏，脸色青了又白，好一会才不甘地低下头去。王妃姐姐教训的是，妾知错了。
哈哈，瞧这多爽，有事直接杠。慕云兰往椅子上一坐，扭头看向楚寒霄，王爷，你也坐吧，一起来见证妹妹的人生重要时刻。说完，他看向站在门口目瞪口呆的侍女，愣着做什么？给侧妃上茶。是，姐姐，请喝茶。慕云兰伸手准备去接，结果慕锦柔手腕一抖，一个不稳朝着她倾斜而去。慕云兰快速将手收回来，脚下一踢，一盏滚烫的茶水尽数泼在了慕锦柔的腿上。啊！姐姐，你从前就不喜欢我，如今我们都入了王府，你就算不满，也不用这么搓磨我吧。哎呀，王爷，我好晕，许是昨天太累了，才没有端稳茶盏，都怪你。什么？昨晚太累，新婚夜我等了他一晚上没等到，结果他去找慕云兰了。哼，我也从不喜欢用演戏的手段恶心人，还不都是被你这个渣渣树莓逼的。妹妹，怪我不好，这茶就当你敬过了。王爷，妹妹一身湿了，不如让她回去吧，换身衣服，免得着凉。我们接着说刚刚的事情，你觉得呢？他才不在乎两个女人的争斗，他只想知道答案。好，来人，送慕侧妃回房。哼，走着瞧。说吧，八宝粥的生父是谁？王爷，人生短短几十载，何必那么较真呢？你要是喜欢，我让八宝和周周叫你爹；你要是不喜欢，我带着他们走远远的，绝对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如何？你敢耍本王？怎么说着说着还急眼了？我说你是亲爹，你不信；我说你不是，你也不信。要不，王爷仔细想一想，究竟想要什么答案？等你想好了，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我都可以说给你听。来人，把韩王妃丢回西院。不用，我自己会走。八宝粥呢？我们一起走，不碍夫君的眼。本王只说让你回去，可没说八宝粥。你要扣押八宝粥？你不是说他们是本王的孩子吗？本王留下他们，提前培养感情。他们怎么能离开母亲呢？由不得你。来人，送王妃回去。侧妃，打听清楚了，您走了以后，王妃在书房逗留了好一会才离开。除此之外，奴婢还打听到一个重大消息，在婚礼上闹事的那2个孩子叫王妃娘亲。什么？你确定？奴婢亲眼见到瑞影带着他们前去王爷的揽翠居，他们喊着要回西院找娘亲，西院除了王妃还能有别人？那2个孩子是王爷的？不对，德妃盼孙子快盼疯了。若那2个孩子真是王爷的血脉，不可能被关在西院至今，但是德妃就不会答应。哦，那肯定是2个小野种，你帮我去办件事情。我跟你说。楚寒霄正在书房愣神，思量着慕云兰的转变，没想到瑞影顶着一张绿乎乎的脸，快速的走了进来。主子，您快去瞧瞧吧，那2位小祖宗已经快把房顶都掀了，这回正在揽翠居烤鱼呢。哪里来的鱼？您池塘里养的几品红顶虎头。楚寒霄脚步一顿，池塘那么大，他们怎么捞上来的？小公子往水里扔了超级无敌爆辣球炭，鱼受不了，自己跳出来的。西院被封闭后，楚寒霄就改了揽翠居为休息之地。刚一进院门，就看到八宝粥正一边撕他的书卷往火堆里扔，一边举着鱼翻面。叔叔快来呀，八宝请你吃鱼呀。哎呀，嘿嘿，吹吹还能吃。当，正宗萌宝牌爱心烤鱼，叔叔快吃！八宝和妹妹不能光吃叔叔的东西，我们也要回报叔叔。楚寒霄打了个寒战，默默向后退了半步。这是烤鱼，果真是越萌越危险。这蓝汪汪的烤鱼，带着一股谁敢下嘴就送走谁的霸气，也不知道奶团子加了什么料，我可不敢吃。就在这时，一只金巴狗从草丛钻了出来，仿佛疯了一般，朝着八宝和周周的方向冲了过来。他目标明确，呲着牙跳起来就要去咬周周。楚寒霄迅速弯腰将八宝和周周抱起来，抬脚将飞扑而来的狗踹了出去。疯狗落地，仍不罢休，再次爬起来。楚寒霄正要将这只疯狗击毙，一旁的瑞影连忙提醒道：“主子，这狗是太后娘娘的。”楚寒霄眉心一皱，收拢了力道，将疯狗踹飞出去，并未取他性命。护卫们连忙将狗网住拎了起来。小金，你在哪里？瑞影去看看怎么回事。主子，太后娘娘的爱宠之前生了病，什么东西都不肯吃，却在见到穆侧妃之后，对她极为喜欢，只能吃得下她亲手做的东西。太后爱惜她，就让穆侧妃将狗带出宫来养几日，调养好了再送回去。奴婢见过王爷。穆侧妃呢？侧妃娘娘身体不适，回到院子就歇下了。奴婢奉命带着小金出来遛弯消食，却不想她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直接跑掉了。
哥哥，他是疯了吗？好像也不是全疯，不过也快了。两位还请不要乱说话，小金可是太后娘娘的爱犬，侧妃精心照顾着，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就疯了呢？哥哥才不会乱说，他看东西可准了。妹妹不气，咱不理她。既然是皇祖母的爱犬，身为侍女看管不力，拖下去，杖责30。瑞颖，这狗给穆侧妃送回去，告诉她，如果照顾不好皇祖母的宠物，就尽早送走，别给韩王府招祸。是。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不怕了，刚刚吓到了吧？周周才不怕，周周有的是力气，坏狗狗敢咬我，周周就打它。他们也还这么小，竟然面对危险就如此镇定，真是难得。叔叔，你的牙齿怎么了？张嘴！大坏蛋中招啦！哦耶！妹妹，快说说你的厉害，让大坏蛋瞧瞧。告诉你哦，等周周的厨艺得到娘亲郑重认可，周周出征，寸草不生。没错，妹妹超厉害的，娘亲说了，这叫天赋异禀。护卫们都愣愣地看着这一幕，然后齐刷刷的后退。护卫，他们是专业的，即便英明神武的主子被2个小娃娃拿捏，他们也得假装看不见。你们胡闹什么？两娃正开心，突然一声冷喝，顿时被惊得一个哆嗦，愣愣地看向了楚寒霄。怎么了？坏蛋，欺负娘亲，欺负周周和哥哥。就是王爷怎么能凶小孩呢？太不应该了。不是，怎么了？宣太医。太医很快赶了过来，见到了传说中的小娃娃，眼神满是好奇。去太医，他们大哥，怎样？王爷放心，2位小主子只是略微受到了些惊吓，不碍事的。不过什么？小姐没什么事，身体康健得很。公子的状况就复杂多了，他有先天不足之症，心肺极为脆弱，按照常理应该活不过2岁的。王爷先莫慌，小公子福气深厚，得遇神医已经被调养好了大半，今后只需要精心照顾，不会对他有太大的影响。我也真是的，他们不就是活泼了一点，不就强行喂我吃了烤鱼吗？吃就是了，又不是什么大事，干嘛非要大声喊他们？怪我。王爷，2位小主子已经睡着了，等他们睡醒了，再喝点安神的汤药就没事了。好。王爷，您说话怎么了？周周出征，寸草不生。屈太医给诊了脉，发现是毒素刺激舌头导致的暂时性口吃，没什么大碍，叮嘱了几句，忍着笑离开。楚寒霄来到内室，放轻脚步坐到床边，看着2个陷入熟睡的孩子。周周动了动小脑袋，一颗泪珠从眼角滚落下来，小嘴一动，呢喃出声：大坏蛋，坏爹爹，吓死宝宝了。八宝和周周睡了1个半时辰才醒来，刚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坐在床边的高大身影，立马爬起身。呀，大坏蛋！醒了。大坏蛋，你变成结罢了。对不起。大坏蛋已经道歉了，说明他知错能改，还是能当个好一点的大坏蛋的。还有哥哥呢，我们2个人，你要说2声对不起，我们才可以都原谅你哦。对不起。好吧，小孩不记大人过，我们才不和大坏蛋计较。娘亲呢？我们想娘亲了。西月，你们吃饭，晚上送你们回去。说话算话，那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盖章，好了，我们盖章了。说话不算话，要变成小狗的。主子，洛城那边又有几个人被押送了过来，现在已经关入了大牢。前去调查的2位幕僚也已经归来，在前院求见。我忙完陪你们。坏蛋叔叔拜拜。保护好孩子。是。王爷恕罪。拖下去。主子，寇结巴他是真结巴，不是有意冒犯主子的。王爷勇敢做自己。拖下去，看大门。是。大坏蛋不守信用，要变小狗，说好的天黑送我们去找娘亲呢？走，万事靠自己，哥哥带你去找娘亲。护卫拦不住，只能一边跟着一边派人去通知楚寒霄。突然，一个黑影朝着他们扑了过来，护卫们连忙上前保护2人的安全，那黑影却是重重落在地上，丝毫没有动弹。下一刻，穆锦柔带着人赶了过来，惊呼出声：小金你怎么了？快来人啊！小金被害死了。八宝和周周愣住了，仔细去瞧，才发现地上的黑影正是白天见过的狗。坏狗狗死掉了。
你们两个坏孩子，竟然害死了太后娘娘的狗！来人，把这两个小畜生绑了！周周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下意识地看向哥哥。八宝握紧周周的手，稚嫩的小脸满是严肃。护卫们看着他们不安的模样，连忙往后退了退，表达他们绝对没有抓人的意思。你们没有听到本侧妃的话？属下不敢。那还不快把两个小畜生抓起来！这是太后娘娘的爱宠，如今被害，太后必定追责。你们不捉拿凶手，定会被以病问罪。护卫们低头听着，身体站得笔直，脚下却仿佛扎了根，丝毫没有动弹的打算。呵，看来本侧妃是指挥不动你们了。好，那就不劳你们动手。春花、春锦，去把那两个小畜生绑了。放肆！你们的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侧妃？我乃太后赐婚，是韩王府正正经经的女主人。你们公然违抗我的命令，信不信我立刻就让王爷处置了你们？我们陪着两个小娃娃玩了一下午，他们根本没有再接触过太后的狗。穆侧妃一上来就拿人，分明是诬陷。就在这时，一道脚步声靠近，他大步走近，不等穆锦柔回头，拎起裙摆，一脚干脆利落地踹在了他的腿弯上。谁？我，你的王妃姐姐。妹妹，看来上次敬茶没有教会你妾室的规矩。慕云兰，你。妹妹，你称呼我什么？王妃姐姐，我好歹也是侧妃，你怎么能直接对我动手？你都开口叫我王妃姐姐了，还没明白我为什么动手？那我细致的给你说一说。一，从礼仪来看，我是韩王妃，我为正妻，你为妾室，我教训你，那是你的福气。八，从情义来看，我是修国公府嫡女，你是庶出，嫡出的姐姐教导庶出的妹妹，那也是理所应当。于情于理，我对你动手，那都是看得起你，你都该感恩戴德的受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虽然理解古代身为庶女的不易，可这不是你踩着我往上爬的理由，更不是你害八宝和周周的理由。我是太后赐婚的侧妃。没错，正因为你是太后赐婚，又是我的好妹妹，姐姐心疼你，所以才亲自动手教导。妹妹自小就乖巧，必定是懂我的苦心的，然后牢记这次教导。你说我说的对吗？慕云兰，你这个贱人，当我是心疼我，为我好。奇怪，他之前不是极为木讷，轻松就能被哄骗吗？什么时候学会颠倒黑白了？穆锦柔强压着怒气，妾刚刚一时情急，请王妃姐姐见谅。不过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太后娘娘的爱宠被这两个孩子害死了。王妃姐姐说说该怎么办吧。周周早就按捺不住想要冲过来找娘亲了，却被八宝拉住了手。那坏巫婆明显是想利用我们害娘亲，我们若现在去找娘亲，会给娘亲带来麻烦的。看到八宝的神色，慕云兰瞬间明白了他的顾虑。这孩子就是太过聪慧，真是懂事的让人心疼。八宝周，快到娘亲这里来，娘亲要抱抱。娘亲，周周好想你。周周已经一整天没有见到娘亲了。啥？王妃姐姐，他俩叫你娘亲？天哪，王府什么时候有了小主子？王爷怎么从来没有提起过？你也知道八宝和周周是小主子，主子的事情自然是没有必要和你一个妾室讲的。王妃姐姐，王爷的子嗣都是要上玉牒的，没有上过玉牒的孩子，那就是不受皇室承认的野种。王爷知道你私自把两个小野种当成他的子嗣，意图混淆皇室血脉吗？住口！妾身见过王爷，王爷，妾刚刚无碍。他口吃的症状还没好，只能尽量的言简意赅。王爷，小金被害死了，这可是太后娘娘的爱宠啊，如今没了。太医是。很快太医赶了过来，看到地上已经僵硬的狗，连忙检查。王爷，狗嘴角有呕吐的血迹，血迹发黑，略有异味，明显是中毒而亡。什么毒？是。回禀王爷，小金下午的时候还好好的，吃过的所有东西都记录在册，绝对没有含毒的，唯独什么？不要吞吞吐吐的，快说。傍晚的时候，小金出去玩了一会，回来的时候嘴里叼了块蓝色的东西，奴婢抢夺不及，他就吃下去了，似乎是烤鱼，奴婢只捡到一点渣渣。烤鱼不是小主子们做了给王爷的吗？吃了顶多口吃，怎么就能毒死狗了？太医再次上前仔细查验。王爷，烤鱼之中含有砒霜。没有，周周做烤鱼的时候没有加砒霜。哈哈哈，你承认了，烤鱼是你做的，你就是故意杀了小金。周周才没有，我们做的烤鱼是给叔叔吃的。什么？给王爷吃？如此说来，你们不仅毒害了太后娘娘的爱宠，竟然还想着刺杀王爷？不是，你胡说。他们两个不过是小屁孩，自然什么都不懂，不会有这样的心思。那么，王妃姐姐，你是不是该认罪？
妹妹是想说，我只使着2个孩子刺杀夫君吗？这2个孩子瞧着也就3岁吧，总不能是他们自己对王爷动了杀心吧？姐姐真是好算计，知道王爷心善，不会对2个小孩子防备，就先是让他们闹事，毁了我和王爷的婚礼，故意接近王爷之后，指使他们趁机下毒谋害。没有的，周周是好宝宝，周周没有。坏巫婆，你诬陷我们！慕云兰心疼坏了，发觉八宝脸色有些不对，连忙拿出一颗药丸喂下去。八宝不气，清者自清，娘亲会证明我们的清白。清白再清白，一盆墨汁泼过去，洗都别想洗干净。王爷，您瞧瞧。穆锦柔正要火上加油，却见楚寒霄走上前，弯腰将周周抱了起来。王爷怎么回事？难道他不介意2个小野种的身份？别，他对八宝粥似乎不讨厌，周周也很亲近他，难道这就是妇女天性吗？穆锦柔，你什么时候有千里眼的能耐了？王妃姐姐说什么呢？什么千里眼？你一会说我指使2个孩子闹事，毁了你的婚礼，一会说我指使他们刺杀王爷，图谋不轨，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必定是有千里眼，隔着院子就看到了呗。恭喜王爷，贺喜王爷，妹妹这能力实在是太棒了，以后王爷再上战场，把她带着探查敌情，岂不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王妃姐姐，你别胡说，我没那本事。你没千里眼，那怎么说的好像你亲眼看到我指使孩子作恶了一般？穆锦柔，我把你当妹妹，你凭空诬陷我们娘仨？当然不是，2个孩子闹事是事实，小金死了也是事实。八宝和周周身为王爷血脉，在自己家里玩耍叫闹事，玩闹过度，你大可以告诉我和王爷，我们自会教导处罚，而不是怀恨在心，大半夜指着他们，揣度他们有多恶毒。婚礼仪式确认了，那么小金呢？她被毒死总算是事实吧？小金的确是被毒死了，必须要仔仔细细的调查清楚。刚刚那个开口举证的侍女，是你发现了小金吞吃了烤鱼？是。你旁边那个侍女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接触过小金？奴婢春景当时在照顾侧妃，并未看到，也没有接触过小金。你们去把灯关。是蓝汪汪，亮晶晶，超漂亮的。此时小金嘴巴边以及2个侍女的手上同时泛起了蓝光。哈哈，妹妹诬陷我之前，没有让人仔细检查那只烤鱼吧？什么？那是什么？周周喜欢亮晶晶的东西，做烤鱼的时候，在上面撒了夜光粉，只要接触必留痕迹。那水，你不是没接触过小金吗？你手上的夜光粉怎么来的？奴婢，瞧瞧这满手的夜光粉，没少接触烤鱼吧？拿着烤鱼硬是往狗嘴里塞了。不，奴婢没有。天地万物皆有灵，这小狗被害死了，也是会化成冤魂，找人追魂索命的。一团火焰突然出现在不远处，晃晃悠悠地顺着风飘了过来。鬼啊！楚寒霄赶紧低头看向周周，将周周往怀里拢了拢，生怕他被鬼火惊吓冲撞。主子，快走！别有头债有主，这小狗要索命，也是找害死他的人，我们怕什么？别找我索命，别找我，我不是有意要害死你的，是侧妃。贱婢，是你们害死了小金。侧妃，小金是太后娘娘的爱宠，不就是平日里调皮，咬过你们2口，你们就对她下杀手吗？你们不要命，也该想想自己的家人，杀害太后爱宠，你们全家的贱命够赔偿吗？奴婢们知罪。王爷，妾身有罪，妾身教导不严，竟然让侍女生出了恶毒心思，害了小金不说，还差点误会王妃姐姐和2个孩子，妾身甘愿领罚。他想开口处置，但看到侍女手上的荧光色，不自觉地抿紧了唇角。他知道他现在开口，不仅口吃，还一嘴的蓝汪汪，只好抬眸看向慕云兰。看我干嘛？他该不会是让我来处置，责罚了他心爱的侧妃，他能乐意吗？哼，管他葫芦里卖的什么样，先报仇再说。妹妹，如今你已经是韩王府的侧妃，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王府的脸面，今日竟然做出诬陷本王妃和小主子的事情，我这个做姐姐的若不罚你，不让你长教训，那才是真正的害了你。王爷对这2个孩子也太重视了，难道我猜错了？他们2个不是野种？王妃姐姐，妾知错了，不管王妃如何惩罚，妾都认了。第一，你之前口出狂言，无视本王妃，大胆地自称王府的女主人，该掌嘴20下。第二，你污蔑本王妃和小主子的清白，该杖子20。第三，你的侍女害死了太后的爱宠，你有管教不严之责，该杖子20。
慕云兰一边说，一边注意楚寒霄的神色，见他没有丝毫帮慕锦柔说话的打算，最后说道：小姬是太后娘娘的爱宠，如今因为你的侍女亡故，你该抄写佛经100卷，帮小金超度，也算是对太后娘娘有个交代。另外，春花、春景2人立刻关押，仔细审问，为防止王府之中还有如他们2个这般心思不正之人，彻查所有的下人，一旦有任何不妥当之处，立马逐出府去。王爷，夫君，我这般处置，你可赞同？慕锦柔见木已成舟，只能竭力地挽回自己在楚寒霄心中的形象。王爷，王妃姐姐教训的是，妾御下不严，让王爷担忧了。今后一定严格约束下人，再不让王爷为难。另外，这2个孩子瞧着有3岁了吧？孩子过周岁就该上玉蝶才是。哎呀，妾多嘴了，王妃姐姐必定有自己的计划。八宝粥就不劳烦妹妹费心了。来人，请目侧妃领罚。是。等等，将小金送到王爷的院子，仔细梳洗一番，准备一副小棺材，找个风水宝地埋葬。奇怪，他对慕锦柔下手毫不客气，没道理会对小金如此优待才是。他思索片刻，对瑞颖点点头。我的好妹妹，这次应该能长记性了。打完之后，将送慕侧妃回她的院子，请大夫仔细医治，用最好的药。是。王爷，他们受到惊吓，我先带他们回西院。楚寒霄却没有理会他，抱着周周往回走。跟上。这人要干嘛？抢孩子吗？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揽翠居，八宝和周周并排坐着，慕云兰和楚寒霄一左一右坐着。知错啊，对，都是我的错。我一个被关西院的落魄王妃，怎么能惩罚王爷心爱的侧妃呢？就算她再如何胆大妄为，我也应该睁只眼闭只眼，对她犯错看不见，见她张扬捧她上天。什么时候说慕锦柔了？你如何出来的？当然是走出来的了。西院门封死了，那不是还有墙吗？墙，你好得很。嗨，王爷谬赞。看着他毫不知错，下次还敢的模样，楚寒霄只觉得心中怒气上涌，可偏偏口吃，连训斥他几句都做不到，只能默默的自己消化。主子，小金的尸体被毁了。谁？王爷有命，奴才奉命清洗整理小金的尸体，可只是粗门断水的功夫，不想烛火倾倒，直接给小金操没了。这里面必定被动了手脚，还是很严重的问题，不然他不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直接将其烧掉。拖下去，查。是。狠狠地责罚了他新婚娇妻，他不但不生气，还要放他出西院，把钟馗给他，而他不但不感激，还拿王爷开刀，第一天就不给上床。1个时辰前，小金的骨灰被拿上来，楚寒霄连忙将八宝粥抱起来。睡觉了。不要，大坏蛋，放开周周！放开！八宝要闹了。慕云兰发现的确到了他们休息的时间了，上床睡觉。好的呢，娘亲，我们先上床等娘亲哦。娘亲忙完要来抱抱宝宝哟。好。大坏蛋，快送我们去睡觉觉。呵，大坏蛋真木鸡，比大乌龟还慢。这哪里是奶团子，分明是汤圆，还是黑芝麻馅的。片刻后，好不容易哄睡了八宝粥，走到外间，屈太医正在和慕云兰说话。多谢王妃教导，您的医术真是无人能及。医术？他什么时候懂医术了？当初他的母亲曾经被鬼手医圣收为关门弟子，他跟着母亲学习医术也不奇怪。王爷，您之前不是让下官诊脉，看看体内有没有毒素残留吗？下官医术浅薄，并未发现异常。王妃的医术远在下官之上，让王妃帮您瞧瞧吧。不可能，那颗药就是他喂的，让他诊脉，那和羊入虎口有什么区别？慕云兰刚刚检查完小金的骨灰，心中已经多少有了猜测，这回心情正不错。有病就得治，王爷，你可不能会急医。来，我给王爷瞧瞧。屈太医很开心，拉着他的手腕送到了慕云兰面前。平时爱生气吗？不。平时喝酒吗？不。欠谁信？王妃，王爷这是得了什么病？爱说谎啊！屈太医愣了一会才反应过来，看了看两人，突然开口：哎呀，突然想起来，下官的被子还晾在外面了。王爷，王妃早点休息，下官要回去收被子了。屈太医匆忙离开后，慕云兰沉吟片刻，还是决定开诚布公地谈一谈。王爷，新婚夜你说的话，如今还算数吗？什么？就是王爷说不愿意娶我，可以让我假死离开王府的话。离开还是离开？难不成时隔4年，他还惦记着那个所谓的君子书生？那么八宝粥呢？慕云兰见他不说话，还以为自己说动了他，主动示弱。
王爷，今天的事情你也看到了，分明是冲着我们娘仨来的。当初成亲，你不愿意娶，我不愿意嫁，你曾说过可以让我假死离开王府。如今我想带八宝粥走，你可以提条件，但凡我能做到，绝不推辞。而且离开之后，我绝对不会再回来，绝不给你和韩王府添任何麻烦，如何？绝对不可能！不管是八宝粥身世，还是他身上的秘密，暂时都不能放他们走。哼！不让我们走，王爷是舍不得修国公府这个助力马。我被关了4年，修国公府不闻不问，必定是早已经放弃了我。你想利用我来挟制修国公府，还不如考虑一下你的新婚娇妻穆锦柔。本王行事不需借助任何人的助力。那王爷留下我们娘仨，是觉得当初对我报复不够，如今想着继续折磨。在你眼中，本王就如此不择手段？那你留我们做什么？我这个王妃已经名存实亡，留在王府没有任何权利，连孩子们都保护不了。钟馗给你。啥？你说什么？钟馗给你。这人不会疯了吧？他不是极为讨厌原主吗？要不要？钟馗你不要，那就继续在西院关着。你若敢私自逃走，3日通缉令遍布天下。你计划着逃走，想必找门路重新办理了牙牌，又开具了录影吧？一女一龙凤胎，这组合好查得很。还有修国公府，王妃私逃可是大罪，整个修国公府都要受到牵连。到时候虽不至于株连九族，千里流放还是逃不过的。行了，别说了，钟馗，我要。既然决定由我掌管钟馗，那以后后院的事情我来做主，你就不要掺和了。时间不早，王爷今天去书房睡吧。瑞影，拿上铺盖，先去书房给你家王爷铺床。王妃在西院拿板砖给王爷开条，出西院拿王爷开刀，第1天就不给上床。好累啊！出了西院，除了用磷粉搞了点鬼火，还顺道去了芳菲院一趟，给那位淑妹送了件礼物。嗨嗨，妹妹，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王妃实在是太狠了，40板子没有任何容情，你晕死过去都坚持打完了。小金的尸体处理好了，是已经让人烧掉了。哼，慕云兰贱人，疼。侧妃，您别动怒了，眼下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小金死了，尸体都没了，太后娘娘那边该怎么交代啊？交代，小金是慕云兰害死的，我交代什么？给我用上最好的伤药，明天一早递牌子入宫，我要好好的跟太后聊一聊小金被害经过。是。翌日一早，慕云兰不慌不忙地打开账册，一本本翻看，任由众人揣度。4年前的事情，王府中的老人们一清二楚，都以为王妃进入西院就不可能再出来，却不想人家不仅出来了，而且还直接掌握了钟馗。难怪他这么痛快的就把钟馗给我，原来这王府是穷的揭不开锅了。除了他每半年往外支取3万两银子不知去处，其他的平平整整，勉强维持平衡。如今偌大的王府账面上只剩下1200两银子，这够做什么用？他不会是故意给我钟馗，然后等着我来填补烂窟窿吧？我一个被关了4年的王妃能有什么钱？哎，不对，原身嫁过来之时似乎带了不少的嫁妆，拿去了。账目清晰，即位管事管理王府周全细致，该赏每人10两银子。多谢王妃。等王妃初次管理王府钟馗，诸位管事的分工照旧，其他各处的人手也不变。若有其他的要求，本王妃会提前知会。今日让大家过来，晒了半天的太阳，待会秦总管去支取20两银子，添到膳房里去，做些好吃的分给大家。多谢王妃。本以为他会直接变动人手，借此立威，却不想他竟然维持原状，反手来了一个赏赐，直接收拢了人心。王爷最不喜下人阳奉阴违，如今既然吩咐了王妃掌管钟馗，你们一个个都把皮绷紧了，绝不可犯错，记下了吗？下人们连忙应是，而后快速离开。王妃、穆侧妃要出府，入宫向太后请安。哼，有些人就喜欢自作聪明，他要作死，当然要成全了。皇祖母头风之症被治愈，是大喜的事情，妹妹功不可没。入宫请安也是替王府尽孝心，是好事。妹妹刚受了责罚，备马车的时候多铺几层软垫，别跌坏了它。去吧。是。穆锦柔出门受到阻拦，才知晓本应该交给她的钟馗直接落到了慕云兰的手上，就连她出门都要先请示，得到王妃许可才行，恨得差点咬碎一口银牙。侧妃，那位究竟在搞什么鬼？别管他搞什么，得罪了太后，德妃和王爷也保不住他。春花和春景到底是您的奴婢，而且不得已让他们顶了罪，太后知道了，会不会误会是您照看不周？放心，不管小金是怎么死的，只要和慕云兰扯上关系，太后是一定会站在我这边的。此时楚寒霄见完前去洛城调查的暗卫，正看着收集过来的一封封密信，
朝堂上怕是又有不少人头要落地了，竟然有皇室中人牵扯其中。突然一声巨响打断了他的思绪，他走出书房，瑞影赶紧跑来汇报：主子，王妃说了，前不在丧，后不在留，院内不在归拍手，所以这株杨树要砍掉。这又是做什么？王妃说了，花花绿绿眼睛难受，拔了之后种竹子，绿绿的保护眼睛。楚寒霄懒得在这样的小事上计较。昨天烧掉小金尸体的小厮审问清楚了吗？王妃说，回禀主子，已经用刑审问，那小厮却只说不小心，属下已经让人去查那小厮的身世背景。另外，曲太医检查过小金的尸体，被烧毁的太过严重，已经查不到任何的线索。曲太医说，小金之前性格温驯，从无伤人的迹象，后面吃不下东西之后才日渐暴躁。王妃似乎看出了什么。那两个奴婢呢？春花和春景都被关押之后一言不发，他们是穆侧妃带过来的陪嫁侍女，又出身自修国公府，暂且没有用刑。那两人惧怕鬼神，3日时间不让他们睡觉，然后用鬼神吓一吓，该怎么审就怎么审。是。鬼火来源查清楚了吗？曲太医说，应该是用了特殊的药物，只有一点白色的粉末残留，其他没有线索。楚寒霄心思流转，慕云兰身上藏着的秘密太多了，让他观之不透的同时，罕见的生出了探究的心思，迈步走向西院。4年前建设起来的高墙彻底的倒塌下来。大早上的，你闹腾什么？不是夫君说以后中馈由我掌控吗？我执掌中馈，自然就是王府的女主人。这西院一直封着像什么话，自然要推倒高墙，重新修建。嘿嘿，王爷司库里好东西不少呢，我和孩子们都极为喜欢。不过咱们王府账面上的银子太少了，夫君以后要更加努力啊。司库，你哪里来的库房钥匙？叔叔，我帮娘亲做的钥匙哦。你？是呀，钥匙在书房里，八宝看到了。钥匙可是有很多的。看看库房的锁孔，一眼就认出来了，很简单的呀。这简单吗？哼。狗男人知道司库被斗，这是心疼了吧？最好给他心疼死，直接将我们娘仨赶出去。不过走之前还得把原主的嫁妆要回来。夫君，你是不知道，这养孩子可不容易了呢。周周是女孩，俗话说得好，穷养儿子，富养女，她肯定是不能受委屈的，不然以后长大了，别人一点好处就给她骗走了。王爷，你说是吧？骗走？我看谁敢！这人怎么反应这么大？不是不相信八宝粥是他的孩子吗？那谁说的准？毕竟现在坏人多得很呐。八宝虽是男孩子，按道理来说不应该太金贵，可是八宝情况不一样，他从小身体不好，不仅吃穿用度需要更加精细，还需要大批量的药材精心调养，这都是银子啊。唉，王爷，这孩子啊，就是4脚吞金兽，我怎么样都能凑合，孩子们能凑合吗？王府账面上只有1000多两银子，眨眨眼就花光了，我也是没有办法，只能从王爷司库里拿些出来贴补，王爷不会怪罪吧？哈哈，话说到这个份上，他肯定忍不了了吧？赶紧把我们娘3个赶走，让我们自生自灭吧。本王手底下还有几个庄子和铺面，账册收入都是另外放置，没有归入王府的公账，回头让管家给你送来。啊，这走向怎么不对劲？推倒西院，你不生气了？八宝和周周都大了，被关在西院的确不合适，按照你的想法重建吧。那王府之中那些花花草草，我听屈太医说过，花草太多，香味过于浓烈，对八宝身体修养不利，种竹子吧。那司库你随意动用，不够的话，本王再想办法，你接着忙。他这脑子是短路了吧？不行，既然他不松口，那就只能督促着穆锦柔多多努力了。他怎么还没回来？没有他的笑话当佐料，中午吃饭都不香了。此时楚寒霄还没走，就见秦总管匆匆忙忙的跑了过来。王爷，王妃，穆侧妃出事了。妹妹在呢，快带我过去瞧瞧。哟，妹妹这是怎么了？慕云兰看向一旁的秦管事，秦管事会意，立马走近，递过去一个不起眼的荷包。劳烦公公送穆侧妃回府，王妃请公公喝茶。奴才见过韩王妃，穆侧妃今日入宫，搅扰了太后休闲，导致太后头风之症再次发作。皇上盛怒，下令责罚，将人送回王府，请韩王和王妃多加管束。原来如此，请公公代为回话，我定会好好管教。奴才还要回宫复命，告辞。公公慢走，还不快把你家侧妃扶进来？是。侍女扶着穆锦柔进门之后，脚下一个踉跄，整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妹妹，这顿打挨得爽吗？穆锦柔脸色苍白，惶恐着今日的遭遇，对上慕云兰含着笑意的眼眸。
是你，一定是你。什么是我？我怎么听不明白呢？哈哈，趁他病要他命，这个时候当然要狠狠地落井下石，看看笑话了。慕云兰，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妹妹说什么呢？太后远在子安宫，而我在韩王府，能对她老人家做什么？不过是给她的香薰里增添了几味毒草而已，只是恰巧和太后宫里的云檀香一结合，将毒性催发到极致。不过刚好也证明了她之前治疗太后的头风症用的是透支血气的虎狼药，见效极快，但是却会让人身体底子虚透，一旦不用了，就会暴躁发狂，失去理智。你为何要这般害我？慕云兰，我跟你有什么仇什么怨？我可是你的亲妹妹。你当然是我亲妹妹了，不然我这个做姐姐的能这么照顾你吗？嘿嘿，送给你的厚礼那也是很贵的，可心疼死我了。你竟然这般害我，我跟你拼了！突然，他的手腕被一双大手死死钳制住。放肆！王爷，我不是故意的，我刚刚……等等，那簪子不是原身的东西吗？不是应该在嫁妆里才对，怎么会出现在他的头上？难道是楚寒霄私吞了原身的嫁妆之后送的？慕云兰蓦然看向楚寒霄，眼神光芒凌厉。他这是又怎么了？我不是刚把他救下吗？难道猜错了？不管这里面有何缘故，讨要嫁妆的时机该到了。穆锦柔，你敢刺杀当家主母？王爷，妾不是故意的，是伤势太重，影响了脑子，才一时糊涂失了手。姐姐，王妃姐姐，我们两人是亲姐妹，我对姐姐一直心存敬重，绝对不敢谋害，真的只是伤得太重，出现了幻觉，还以为姐姐是坏人。姐姐，你饶了我这次，帮我向王爷求求情吧。慕云兰思绪流转，片刻之后突然勾唇一笑，我自然相信妹妹了。妹妹也是一时脑子糊涂，想必是这段时间经历事情太多的缘故。王爷，妹妹最近先是帮太后治疗头风之症，又是准备成亲之礼，来到王府之后又出了侍女被主、毒杀小金等等一连串的事情，难怪会在入宫之后出现纰漏。他竟然没有落井下石，是妾身多谢王妃姐姐理解。事情烦乱，妹妹又受了伤，脑子不清楚，那最好是待在屋里，好好的静一静心了。什么？这个贱人，他竟是要禁足我才刚嫁过来，还没有圆房，就要被禁足。王爷，后院的事情，王妃看着处理就是。看来我猜错了，送你主子回去。是。请管事，带上人手，随着本王妃去芳妃院一趟。是王妃。你们先回去吃饭午睡，娘亲去就回。八宝知道娘亲这是要去虐妖婆，娘亲加油！娘亲和哥哥不带周周玩。我跟你说，周周收到，保证完成任务的。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在这时，一阵嘈杂声响起。怎么了？快去看看。侧妃，不好了，王妃带着人把您的嫁妆都搬空了。王妃姐姐这是做什么？你堂堂韩王正妻，修国公府嫡女，连我一个侧妃的嫁妆都要私吞，传扬出去，是不是太过分了些？贼偷了东西，占用了一段时间，就心安理得的，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了。什么？当初骗他替换下来的东西，难道他知道了？王妃姐姐在说什么？妹妹听不懂。穆锦柔，你是妾除了主子赏赐，不许有自己的私产。可我是太后赐婚，虽然是妾，却是侧妃，侧妃也是可以上皇室玉牌，也是要记入皇家族谱的。按照规制，亲王侧妃有50台嫁妆就已经顶天了，你堂而皇之的抬着80台嫁妆入王府，是想打我的脸，还是想让旁人觉得王爷僭越不守规矩？我没有。抬过来。下人立刻将箱子抬过来，利落地撬开了上面的锁。我记得我嫁入韩王府的时候，母亲特意送了我几匹这样的布料，绣工和花纹都和眼前这个一模一样。你一个侧妃，这辈子穿不得正红色，你要不要解释一下，箱子里这正红色的布匹究竟是何人为你准备？怎么办？现在该怎么办？这件事情若是被王爷或者国公府知道，我和姨娘就完了。克扣原主的嫁妆，还做得天衣无缝，里面肯定少不了她的生母柳姨娘的手笔，她可以暂且留着当作诱饵，引出毒蛇，才好彻底斩草除根。放心，我这个人大度，不喜欢跟贼计较。王妃姐姐，你说的有道理，妾身的东西不就是姐姐的东西吗？嘿嘿，姐姐尽管拿去用就是了。不得不说，这穆锦柔是真的能屈能伸，脸皮比城墙都厚。秦总管，接着抬。另外，芳妃院这些桃树太烦乱了，留着不是和妹妹静心，一并挖走。是。明日开始，我会按照太后的命令，派人教导妹妹规矩，对你好好管束。是。
我刚刚粗略看了看，除了我之前的那些嫁妆，妹妹也存了不少东西，尤其是银两，足5万两呢。真是不错。给你点赞。什么？那些是我的？妹妹刚刚不是说你的就是我的吗？你我姐妹之间就不用分得那么清楚了，你说是吧？穆锦柔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唯有胸口起伏的厉害，显示着她的愤怒和不甘。太后因为妹妹身体不适，小金也被妹妹的奴婢害死，这种种不利，妹妹的多抄写些佛经化解才是。这些身外之物只会让妹妹心不静，我就勉强替妹妹解决了。穆锦柔好一会才开口，话语硬生生往外挤一般。那我该好好谢谢姐姐。不必客气，妹妹继续努力存银子，以后我能不能过上好生活，全看妹妹你了。反正你的就是我的嘛。我家丑不可外扬，妹妹虽然偷窃了我的嫁妆，我却不能不为你考虑。秦总管，今日芳菲院中发生的事情就不要外传了，你说呢？是，请王妃放心，今日芳菲院内风平浪静，什么都没有发生。穆云兰随手拿出一把银瓜子，辛苦了，秦总管带着人去喝口茶，休息休息。是，多谢王妃。王妃刚刚可真是吓人啊！可不是嘛，刚刚那气势一出来，我感觉跟面对着王爷差不多。主子的事情也敢背后议论，不要命了！王妃的赏赐，你们几个分一分，管住自己的嘴，好好办差。王爷和王妃亏待不了你们。是。哼，穆云兰这个贱人。侧妃，现在王妃掌管了后院，您就算心中再恨，也不能宣之于口啊。这若是传到王妃的耳朵里就不好了。不过是一点小手段就吓破了你的胆，我只是没想到穆云兰变得这么快，一时没有防备，才让她算计得逞，今后可不会了。侧妃说的是，王妃以前在国公府的时候性子单纯，几乎是别人说什么她就信什么，也不知道这4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竟然让她性情大变，瞧着像是换了个人一般。人再怎么变，骨子里的下贱也是变不了的。拿支笔，我要给姨娘写封信。是。本王帅吗？不帅。脸上有字？没有。那你这是做什么？笨笨叔叔，你之前问过好几次啦，周周在完成任务。刚才你娘亲跟你说了什么？这个不能说的。肯定是让你来调皮捣蛋吧？才不是，娘亲明明是让我盯着你。哎呀，妹妹又暴露啦。谁又能拒绝一个这么可爱的丁丁娃呢？那就让你盯，还是让你盯吧。于是楚寒霄处理公务，周周盯；楚寒霄喝茶休息，周周盯；楚寒霄接见弟弟，周周却被吓住了。明说好一起没娃的，为什么你突然有了俩？你把他给我养，我不怕朝堂议论，更不怕父皇责罚。看不见我，看不见我。乖宝宝，别怕，我是你们的叔叔。哥哥，这个人好像是吃小孩的大灰狼。妹妹可以把好像去掉。别闹，会吓到八宝和周周。别怕，宝贝们，我不是大灰狼，我是你们的四叔哟，就是你们爹爹的亲兄弟。四叔带你们出去玩，买糖吃，好不好？可以出去玩吗？真的可以出府吗？八宝和妹妹都没有出去过，外面好玩吗？楚寒霄搂孩子的手蓦然一紧。他说的没错，孩子绝对得富养，别人有的他们都得有，别人没有的他们也要有，如此才不至于被人3言2语就哄骗了。今日天色晚了，你们若是想出去，明天我带你们去，好不好？大宝贝们，你们刚刚不是还想出去吗？要娘亲说可以，才能出去的。娘亲哦，沐浴四弟，哈哈，我口误，那个三嫂，瑞影带着他们到旁边玩。三哥，这几日你新婚没有上朝，朝堂上因为你的事情都吵翻天了。因为赈灾银两贪墨的案子？不是案子，是你的后院，很多人都在议论，说你堂堂汉王给别人养了孩子，还说穆云兰给你戴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明明已经让人封锁了八宝和周周的消息，怎么消息还是透露出去了？瑞影，是，属下立刻命人去查。三哥，要不你还把他们给我养吧，我不怕朝堂议论，更不怕父皇责罚。不是亲生的咋了？做人嘛，不能那么较真。想得美！明明说好一起没娃的，为什么你突然有了俩，还是龙凤胎？那今晚我不走了，我要和宝宝们一起睡。一起睡？不可能！三哥，你别这么小气，我不是来拆散你们的，我是来加入你们的。
送客。三哥，你好冷酷，好无情，好让我崇拜和喜欢。明天一早我来接你和八宝粥出府玩，一应花销我全部报销。楚景木前脚刚走，清点完东西的慕云兰气冲冲地走了进来。她实在是没想到，那80台嫁妆里面有60台都是偷偷从她的嫁妆里换出来的东西。娘亲，八宝好想你哦。周周也很想，和哥哥一样想的那么多。娘亲也想八宝和周周。娘亲，周周完成任务啦，一直在盯着大坏蛋呢，就这么狠狠的盯。好，周周任务完成的很棒，你们先出去玩，下次有任务，组织会主动找到你的。嘿嘿，收到。王爷，芳菲院重新布置了一下，你不去看看吗？后院的事情你做主就好，找本王有什么事？2件事，爹，我的那些嫁妆，王爷是不是可以还给我？怎么我拿自己的东西，王爷不会舍不得吧？出去。哼，王爷这般生气，该不会我那嫁妆自己长了腿飞走了吧？你的嫁妆究竟在何处？你自己心中不清楚吗？我被关4年，王爷一菜一书都没有往西院送过，我的东西更是被彻底封存。我清楚，我怎么清楚？呵，慕云兰，你有话不妨直说，你这是怀疑本王贪没了你的东西？我怎么敢怀疑王爷？只是觉得府中阴钱少，又想起了自己的嫁妆还算丰厚，所以想着找出来贴补。只是不管是王府的公库，还是王爷的私库，丝毫没有我那些嫁妆的踪迹，所以询问王爷一声罢了。贴补，本王可承担不住。哎，他这反应太不对劲，一提起嫁妆，他就好像受辱了一般。是他发现嫁妆少了，当初原主拒婚，国公府觉得对不住王爷，可是把整个府都掏空，即便是被替换了一半，剩下的也是足足的，他应当不至于才是。你不用这么阴阳怪气，这些年我独自一人抚养孩子，也养得挺好。那些嫁妆，王爷如果不想给，我就当送给你，当做4年前不懂事的赔礼了。从此我们2个人也算是两清了。瑞颖，带着王妃好好的看一看她的嫁妆。是。慕云兰跟随着瑞颖一路来到了西院的一所空房。早知道嫁妆在这里，就该偷偷拿了早些离开了，这样存储，什么样的东西坏不了。王妃的嫁妆理应随着你一起入西院存储，只是当初西院建造的时候并没有库房存在，等着重新改造完院子再存进去，只是后来西院被封禁，我这个王妃也被关了进去。随后瑞颖帮忙打开箱子，慕云兰看清里面的东西后，神色刹那间难看到了极点。这是